这里是位于福建的抗清古战场小营岭。在公元1651年，民族英雄朱成功曾在此处迎头痛击进犯的清军，并把清军的首领杨明高给打成了光杆司令。我们今天的旅途除了要回溯这段历史之外，还要穿上明制汉服，并带大家看看这古战场历经375年之后，它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此外，照例解释一下，我个人更习惯于把这位民族英雄称为朱成功或者郑森，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用到郑成功这个名字。与我看法相同的朋友，别忘点个关注。后面的视频我会一直按照这个标准来办，你看着也会更舒服。如今的小营岭算是个小型的古迹景区，它位于福建泉州的南安市与厦门同安的交界处，属于是南安市的不可移动文物，也是我新年自驾泉州的一个重要看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目前我在这个地方是位于福建厦门的同民安关隘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是2026年1月从泉州租车自驾过去的，导航会让你走那边的破道，但是你不要相信它，而是要选这条摆着2排石人的好路。开上来之后会看到一个小停车场，正好可以停车。如果你从另一侧上来，那还能看到一个更大的停车场。下车之后，我们可以通过高台俯瞰对面的风景，以及看到那句属于朱成功故里南安的著名宣传语：来南安会成功。抵达景区之后，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同民安关隘，它的文保级别是厦门市文保单位，上方石匾额上的同民安3个字则是朱熹留下的手书。在南宋绍兴年间，朱熹正好在同安担任主簿，因当地居民被风沙侵扰，朱熹便在此处种下几棵大榕树来抵御风沙，并且建下了同民安石坊。之后在清雍正年间，这座石坊不幸坍塌了，直到清乾隆年间，在几位当地士子的主持之下，石坊被改成了一处南北走向的关隘，也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样子。历史从来便是如此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古迹都未必保留着原初的样貌，但总会有些草蛇灰线，将历史变迁中的回忆带到我们面前。关隘后方高台上的老榕树，相传便是当年朱熹亲手种下的那几棵榕树。站在这几棵老树的面前，突然有了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，而树上面的牌子显示，这都是500年以上的古树，看来它们的历史确实是很悠久。如今这些榕树所在的区域已经是一片露天健身区了，遥远的历史和当下的生活早已交融在了一起。再往前就发现了一处营岭古寺，它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碑，但不像是文保碑。在我这次自驾闽南的时候，我走过了很多和朱成功相关的古战场，然后发现了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几乎每一处古战场的周边几乎都有配套的庙宇，无一例外，甚至有些古战场的附近竟有2处或更多的庙宇。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个基础功能，那就是神庙能为军官和士兵提供心灵慰藉，从而缓解战争压力，于是便成为了配套设施。眼前的这座营岭古寺始建于宋代，也就是朱熹的那个时代，之后在元末明初因战乱而废弃，之后又于清乾隆年间复建。如今这边仍是一处宗教活动场所，周边的环境也很是静谧，确实有那么几分禅意。在我们看完了现场的全部实物看点之后，是时候详细介绍一下小营岭之战了。当时的满清朝廷派出福建提督杨明高带领4000多清军一路南下，去支援漳州的清军王邦俊部，而朱成功这边则准确预判了清军的行军路线。他们认定清军是必然要经过泉州的，于是朱成功就率领部下于小营岭一带安营驻扎，就地阻击清军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明军和清军展开了一场血战，最终清军全线溃败，4000多清军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提督杨明高仅以身免，说白了就是被打成了光杆司令，并侥幸逃了回去。他手下的那4000多人，除了死伤的之外，更多的人应该都是被打散了建制。之后能不能再找回去，那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。因为之前朱成功已经在闽南取得了另外2场战争的胜利，所以很多已经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则又趁此机会纷纷反正，
他们和朱成功联合起来，光复了漳州附近的大片地区。这是南明势力在当年打出的一波小丰收，可惜局部的胜利并未能彻底扭转战局。在北伐失利之后，朱成功收复台湾，并期望以此为根本光复汉家江山，但是他低估了满清朝廷的下作程度。为了隔绝沿海居民与台湾朱成功势力的联系，满清朝廷在公元1661年，也就是朱成功收复台湾的前后脚，正式颁布迁海令，强制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，并将界外的房屋、船只等设施尽皆焚毁。很多人经营多年的家业从此毁于一旦，那些胆敢越界的人则被满清朝廷尽数处斩。本来舟车劳顿就很辛苦，再加上衣食无着，沿途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抢夺搜刮现象，所以这一通折腾就害死了大量的边民。根据广东新语记载，死亡在道者以数十万计，中途那无数生计断绝的人，更是与满清朝廷之间爆发了无数次激烈的反迁海斗争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。直到郑克爽降清之后，这场长达23年的苛政才终告结束。这足以说明，继升政权从未把人民当成过自己的子民，而是只把人当成耗材、工具以及实现自己目标的数字。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不言而喻。就这样的政权，还妄图在新时代洗白，将那些屠夫刽子手吹成什么千古一帝，但被他们害死的那千千万万的冤魂从未远去，他们都被记在了史册里、人心里。只要我们铭记历史，口耳相传，永远不要遗忘这些往事，就不会任由他们颠倒黑白，蒙骗我们的子孙后代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